人类遭遇外星人绑架的故事呢有很多，然而人类和外星人生孩子呢，这就有点玄幻了。因为在20多年前呢，黑龙江的一名叫做孟兆国的农民呢，在去凤凰山看 UFO 的时候啊，表示自己呢被外星人抓进了飞船里，而且还有一个女外星人呢与他生了子，然后呢拥有了一个人类和外星人混血的孩子。当然了，如今20多年过去了，孟兆国的外星人之子啊，大家并没有看到。然而在非洲的卢旺达呢，却也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名妇女呢，在足月生产之后啊，竟然产下了一个头部是三角形的婴儿。人们都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外星之子。当这名卢旺达的妇女产下了外星之子之后呢，她的家族啊是不接受她的，同时她的丈夫也表示啊，要杀死这个孩子，因为他实在是太怪异了，看起来呢就好像是外星人一模一样。而这名妇女的丈夫呢，是完全不相信这个孩子就是他自己的。当然了，对于本身就是一个贫穷国家的这个卢旺达来说呢，这名妇女呢也根本没有办法呢去做 DNA 来鉴定，证明这个婴儿呢就是自己和丈夫的孩子，这真的是太奇怪了。那么这个婴儿会不会真的是外星之子呢？专家们就说啊，这是属于畸形的一种，只不过呢，因为头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三角形，这也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在未来的治疗方面呢，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外星混血事件。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一名叫做乔瓦纳·波达的41岁意大利妇女呢，于2009年就宣布啊，她在4岁的时候啊就已经被外星人盯上了，在长大之后呢，并生下了一个与外星人混血的婴儿。7月份呢，意大利的电视台就播放了波达的事件，立刻引起了民众的震惊。波达在这个节目里也是这么形容他和外星人的第一次见面的。他说，我记得有一只飞碟呢在天空中盘旋，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吸进去的。我看见自己漂浮在4个外星人的周围，我看见自己并没有被绑起来嘛，他们向我发出了精神的信号，告诉我说别动。他们想要检查我的身体结构，包括我的身体组织以及血液。波达的身体上有几道伤疤，还有几道灵光，而这些灵光呢，就是从这些异形的皮肤上散发出来的。他解释到呢，这是用来控制我身体的，同时也是一种隔离材料。随后呢，人类的专家的技术人员就进入了波达的房间啊，来采集样品，并在他的衣服里呢找到了这种发光的物体。经过了实验室的分析呢，他们发现这是一种特殊的材料。该技术的专家说啊，该材料中的电子呢是如此的活跃，以至于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磁场，就像我们将一颗磷呢放入了一台微颗粒加速器一样。但是呢，乔瓦纳自己在家里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随后，研究者们又给波达做了一次辐射，并在他的大脑中呢找到了一种植物物，但现有的设备和测试方法呢，并不能确定这个植物物到底是什么，所以波达就被带到了医院做了进一步检查。而出乎意料的是，医生们居然在他的身体里找到了和婴儿一样的心跳，但是体内却找不到胎儿，因为医生说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引起你身体的一些问题，所以波达呢非常害怕，他就选择了流产。而出乎意料的是，手术结束之后呢，他生产出了一个完整的婴儿。当他出生的时候呢，医生们都被这个婴儿的尸体给吓了一跳。他也有四肢和身体，但是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外星人。在传说的很多案例中呢，有很多外星人对女性受害者进行过高科技的受精，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到现在为止呢，大部分被外星人逼迫的怀孕的女人都是不自然的流产。事实上呢，外星人只是用流产的方式来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在美国的肯塔基州一个叫黛碧·雷纳德的女性呢，就曾经详细的讲述了她与外星人长达30多年的接触，以及登上 UFO 看到了她自己的混血婴儿的经历。在1998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呢，美国的阿基莱特小镇呢被黑夜所覆盖。小镇呢位于肯塔基州的东部。在10点半到11点的时候呢，黛碧·雷纳德呢，一个年龄37岁的本地女人呢，驱车赶往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她准备呢观看完整的月全食。当他走下车的时候，原本皎洁的月光忽然之间就暗淡了下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地面上的光芒也变得更加明亮了。黛碧一仰头呢，却看见一个庞然大物呢正在空中盘旋着。这个庞然大物实在太大了，大到整片的天空呢都被挡住了，一眼望不到边际。根据黛碧的说法呢，这个庞然大物距离地面呢500到1000英尺的地方。那座巨大的 UFO 在阳光的照耀下倒映着大地。这突然的变故呢，就让他大吃一惊。不过他并不害怕呢。就在这个时候，一对男女居然走了过来，他们穿得很正式，男生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而女士呢穿着短裙。黛碧就问：“你们是什么人啊？”那个人说：“你是认识我的。”黛碧当时就一愣，原来这个穿着西服的男人呢叫布莱斯壮，他正是黛碧阔别已久的外星朋友。布莱斯壮就告诉黛碧
她想要改变自己的容貌呢，看她能不能认出来她。在1961年，黛碧生于美国的肯塔基州的一个阿基莱特的小镇。这个美国的女子在3岁的时候就开始与外星人打交道了，这在外界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在1964年呢，黛碧才3岁，一天呢，她带着她的猫咪在起居室里玩耍，突然之间呢，那个猫就开始尖叫起来。当时她就抬起头就看到了2个小小的外星人，而这2个外星人的身高都在1.2米左右，一高一低，他们的肤色灰白，眼睛特别大。黛碧呢看着他们脸上没有任何的畏惧。他们中的一个就说我是布莱斯壮，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玩呢？黛碧当时就说我想。于是呢，这个布莱斯壮就带着他飞了起来，飞到了密芝根湖，又飞到了湖面上。他们在水面航行了一段距离之后便开始下沉。在坠落的时候呢，黛碧就发现自己被海水包围住了，他惊恐万分，但是却没有被弄湿。于是他就问这个布莱斯壮什么原因呢？布莱斯壮就回答说，因为你的身上是被一层气体所包裹。在那种水里面游来游去的奇异经历至今让黛碧记忆犹新。他就说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可怕了，至今我还很害怕水，不敢游泳。他们在水里走了很久，他说一开始是靠近水面的嘛，还能看到一些亮光，但是很快呢，亮光就消失了，因为他们越下越深，一片漆黑。他说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就看到了一丝亮光，那个亮光呢就开始越来越大。当他们靠近之后居然是一座巨大的水底城市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座城市太大了，他一眼根本就望不到边际，只能看到周围都是水，就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气泡里面。然后他们就进入了水下城市。黛碧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当时怎么发生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根据黛碧的介绍呢，这座城市非常的庞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建立在石头堆砌而成的巨岛之上。城市里没有水，但是他抬头看去呢，却发现城市的顶上有水，但是呢，那些水却落不下来，也没有用任何的玻璃挡住呀。而且他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中游来游去的鱼。这座城市的建筑很多有圆形的、方形的，窗户呢也是千奇百怪，但却没有玻璃。他们有的在工作，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玩耍，就像我们的城市一样。当他们走进了一座建筑之后呢，这栋建筑的大门呢也很特殊，非常的明亮，但是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奇异的光芒是从哪儿来的，让人看不懂。这栋大楼里面住着不少外星人，也有一些被带来的地球人。像他这样大的小孩都是，大概有10来个。他们在聊天玩闹里面有很多的食物，但有些呢是我们平常吃的蔬菜和水果肉类。在那里呢，黛碧也进行了一次体检。他说地球来的小孩子大家依次从一片发光的区域经过，然后他们躺在床上呢，床上有一个类似于探测器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移动。然后呢，布莱斯壮呢就把一片黑色的玻璃片放进了黛碧的大腿里面。那一片玻璃片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厚，1/8英寸宽，呈三角形，有一个盾边。在它的四周呢，有一圈一圈的圆圈，形成了类似于装饰的作用。他们把那块小玻璃片就放在了黛碧的小腿的前方，而且一点疼痛都没有。没过一会儿呢，黛碧就被送回到了地球她自己的家中。那会儿还是大白天，但她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来的，只是知道自己花了3个多小时才回来。黛碧看见自己的母亲之后她就说起了刚才的遭遇。母亲呢就认为她在胡言乱语，只是幻想，并告诫她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在她首次参观水底城市之后呢，一天晚上她忽然醒来，就看见一道蓝光由天而降，射入了那一片被植入她小腿前面的那个区域。此后每隔数年呢，都会有一道蓝光从天而降，射入那块被植入的区域当中。黛碧记得她6岁的时候布莱斯壮与他的老婆再次带她进入了水底城市。那一天，黛碧正在和她的舅舅在家里玩耍，布莱斯壮来他家呢，就将她带走，但他的舅舅是看不到他们的。而且黛碧还清晰地记得，就是他被带走的时候呢，有一个跟他长相相似的人同时就出现在了他的家中，充当了他的替身。黛碧说呢，这样我的母亲就不会发现自己的女儿不见了。从那个时候起呢，布莱斯壮呢每年都会来找他，并把他带到水底城市。整个过程持续了数个钟头，每次都是。在他小的时候呢，布莱斯壮经常来找他。在1992年呢，这一块小小的玻璃片也曾为黛碧的老公招来过一次不幸。黛碧记得有一天夜里呢，她跟自己的先生呢到朋友家里的农庄，在那里赏月。他们在一个小池塘旁边垂钓，而黛碧的老公正在钓鱼的时候黛碧在一侧正玩着一颗钻石。忽然之间，她的丈夫就说她看到了一道光芒从天而降。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一道1英寸左右的光线呢从天而降，照在了她那个小腿的那个接收器上，然后黛碧就晕了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就看到了自己的丈夫正在哭泣。黛碧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哭呢？
她丈夫就说，他们当时在她晕的时候被带到了一艘外星人的飞行器上，然后她就被那个外星人用各种仪器检查了眼睛、鼻子和身上等等，让她痛苦不堪。而后她又非常害怕嘛，所以黛碧呢就安慰她的丈夫说其实当时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只是你的一个梦而已。但是呢，这个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了。从那以后呢，也就是1992年左右黛碧就把那块玻璃碎片自己给取了出来，装进了一个小玻璃瓶里面封好了。1年多之后，当她想要把它取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玻璃瓶里面的那一小块东西居然就自己消失了。在她的印象里呢，在参观过那一座海底城市之后她也曾经进入过那一艘巨型 UFO。她说那一次她的印象并不深刻，就像是被抹去了一样。唯一有点印象就是她在那个大型的 UFO 上的一次聚会，具体是什么时候她已经记不清了。她说当时飞船上有很多人，那里的空间非常大，生活着一些外星人和人类，大家有说有笑，就像是参加一场生日聚会一样。黛碧就说她每一次遇到外星人呢，都会遇到同样的几个人。她觉得这个布莱斯壮大概就是外星人里面的一个小队长。她还询问过这个布莱斯壮为何是如此呢？布莱斯壮回答，他说每一次我都会召集这些人，让他们都聚到一起。这种聚会呢，黛碧小的时候经常参加，后来年纪大了呢，他就很少被带去交流了。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与布莱斯壮断绝了很久联系，直到1998年呢，才有了刚开始我们讲到的那个情形。黛碧说着呢，两个人在山腰上聊了几句就又将他带上了飞船。而布莱斯壮和那名女子进入其中之后，就立刻变成了原来的形状。而这个飞船内呢，一片明亮，但是看不到任何的灯，所以也不知道这光芒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是一座很大的建筑里面有很多人，还都是之前他曾经见过的人。在这个宇宙飞船上，布莱斯壮就给黛碧看了一张太阳系和地球的图片，然后又给他看了几张图片，都是一幅幅很凄惨的图片。图片里有很多的动物死去，也有很多活着的，还有他从未见过的奇异生物。他说还给他看了非洲黑人贫穷的照片，以及他们倒在肮脏的地上痛苦地哀嚎着，有些甚至已经死亡。而布莱斯壮向黛碧展示了一些图片，并向他讲解了地球上的人们要多关注环境，减少污染，要节约资源，要他呢关爱每一只小动物。看到这一切呢，黛碧非常难过，当时眼泪都掉了下来。在那一艘巨大的战舰之上呢，各种食物应有尽有，有人类吃的，也有不知名的瓜果蔬菜，还有一种类似于脂肪的生物，以及一种类似于昆虫的生物。外星人还跟黛碧说桌上有些东西人是不能吃的，不然会生病。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外星人就带着黛碧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屋子，屋子里面有许多的婴儿，大概有50多个，和人类的孩子非常相似，但又有些不同。他们的脸、口、鼻、耳呢都是人形，但是头部和身体呢却是外星人，身材修长，身高2尺左右，光秃秃的，看起来呢只有6到9个月大。这50个孩子呢都属于同一类，但是他们的特点各不相同，但是却有3个和人类一模一样的婴儿。外星人呢把这3个孩子中的一个递给了黛碧，黛碧当时就清楚地记得她当时触摸了这个宝宝嘛，顿时就觉得这个宝宝呢那种强烈的感受让她忍不住大叫起来，紧紧地抱着不肯放手。而外星人呢将3个小孩轮流的都交给她抱，当时他将小孩交还给他们的时候他说我就会感觉到心底里有什么东西被割断了一样。黛碧说呢，他当时就想着带这个孩子离开，可是那个外星人却告诉他他养不起这个孩子，而且他也不能长时间的待在这个地方，不然的话会生病的。黛碧说当时他就听到舱里有几个异形的小孩在哭泣，他们的叫声非常的奇特，听起来像是一只正在打鼾的那个猫那个打呼噜的那个声音。而黛碧还问了一句这3个孩子是什么来历呢？那个外星人笑了笑没有回答。黛碧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孩子，所以在遇到这3个小家伙以前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母爱。当他抚摸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那种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母爱呢，让他大吃一惊。直到后面的事情让他回忆起来，他才明白了当时的情况。黛碧说从那艘巨大的飞船回来以后呢，也就是1999年，他就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忽然也出血，并渗出了血块，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流产了。于是他去了医院呢，医生就告诉他流产，但却没有发现胎儿。医生推测可能是黛碧在流血的时候，胎儿随着这个血呢掉在厕所里。这次流产就提醒了黛碧她之前也有过3次相似的经历，一次呢是在24岁，一次是在30岁，一次呢是在33岁，每一次都会导致出血，可她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去医院检查。在1999年的这一次流产呢，就让黛碧对这3次的流产产生了怀疑，认为婴儿呢都是被外星人带走。黛碧也相信呢，她之所以被异形带到了这艘飞船上呢，就是为了让她去见自己的孩子。
他说有一天啊，他一定会再次登上那艘飞船，去见他第4个孩子。但是呢，自从98年后呢，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布莱斯壮，也没有见过那艘巨大的飞船。他说那些外星人呢，几十年都没有任何的容貌上的变化，他们可以幻化成任何东西，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而他们身高4尺啊，光秃秃的脑袋，2只大眼睛，一个小鼻子，一个小口，里面还有牙齿，也有舌头。他们没有穿鞋，赤着脚，皮肤很柔软，可以用手捏，肤色呢呈青灰色。一股怪异的气味从他们身上会散发出来，就有些像是下雨之前的那种空气的味道。他们也有吃东西，说话呢是用心灵感应。戴碧说他曾经问过这个布莱斯壮为什么会在此，然后他说他们是来监督地球人的，确信地球人没有受到污染的影响。而戴碧回想起来布莱斯壮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说有朝一日呢，我们会向世人展示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真实存在的。当然了，目前呢外星人呢还没有被证实嘛，所以大家呢理性观看。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